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世界拳王，一場比賽連轟1562拳的記錄，至今無人能破。沒有任何一個拳手有如此恐怖的出拳量，如此猛將就是來自於中國江西的天才拳王徐燦。15歲，我輟學做拳手。23歲，14場比賽0 KO，別人說我拳太輕，沒可能拿拳王。24歲，終於等到去休斯敦挑戰世界金腰帶，美國媒體說我會輸得很慘。但現場的中國人用吶喊聲告訴我，我能行。I can. 這條金腰帶承載了血和汗。That power come from? It's from China. I am Chinese. For the country. 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徐燦的對手正是眼前的日本天才少年久保隼，的確挺損的。哈哈。好，剩下戰績13勝1負，而且其中包括9場 KO。那麼在賽前，這個久保隼表示說呢，亞洲拳擊日本永遠是第一啊！這一次要在中國擂台 KO 徐燦。好，看來這個家伙可謂是信心滿滿，但不好意思，打日本選手之前，觀眾朋友們必須先奏起國歌。好，觀眾朋友們，
這麼多的觀眾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個家鄉人，我特別的自豪，而且特別為我們家鄉驕傲，特別感謝你們。這是一場復仇之戰，也是楊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場比賽。楊建平毫不手軟，瘋狂怒摔韓國名将，只因為在此之前，韓國選手金立碩手段太殘忍，比賽中將中國選手閻錫波殘忍地掰斷了手臂。然而獲勝後的金立碩見中國選手痛苦萬分，竟然還一臉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中華猛虎楊建平看到這一幕，立馬衝上擂台為同門師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對手卻當眾怒推楊建平，完全沒有把楊建平放在眼裡。然而面對韓國選手的囂張挑釁，楊建平絲毫不懼。還當眾向金立碩下了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韓對局。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鏡頭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他便是韓國名將金立碩。好，這家伙長得好像是個泡菜壇子，觀眾朋友們，尤其是他的腦型啊，這完全就是個泡菜壇子。好，這個金立碩非常的惡心，在上一場比賽呢，手段極其的殘忍，将我們中國選手閻錫波，觀眾朋友們啊，活生生的掰斷了手臂。然而這個小子啊，非但沒有任何同情心，而且還當眾啊得意洋洋笑了起來，嬉皮笑臉的表示啊，中國人的胳膊啊像筷子一樣脆弱，不經打。這一番囂張的言論和囂張的態度，引起了我們中方選手中華虎楊建平的不滿。好，沒有錯，眼前正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的中華虎楊建平。我們都知道楊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厲害，但觀眾朋友们，楊建平打起韓國人，打起這個泡菜選手啊，那也是極為拿手的。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有一個特別之處，因為本場比賽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而是一場簽下了生死合同、簽下了生死狀的生死之戰。楊建平主動申請啊，跟對方簽下這個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打死不償命，打死不負責。和這個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過這場比賽呢並不是點到為止，而是打到廢、打到服為止。好，注意看兩名選手一上來，哦喲，完全沒有試探，尤其是楊建平。我們仔細看紅色短褲，紅方選手楊建平，人送外號中華虎。我看楊建平比賽開始火氣，哎呦，這個火氣是非常的大。好，仔細看，處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現在處於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這個金立碩在韓國非常的出名，可謂是家喻戶曉。但是觀眾朋友們，歸根結底只能說這個韓國呀太小了，這個屁大點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啊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韓國一晚上醃了10壇泡菜啊，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聞啊，這個新聞會報道說啊，你醃了10壇國寶。因為這個泡菜我都知道啊，是韓國人的這個寶貝。好，我們看兩名選手現在的戰況呢是非常的焦灼。雖然說楊建平拿到了一個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啊。對方的話是一個老樹盤根啊。而且我們注意看，楊建平捂住了臉，這並不是害羞，而是怕對方啊把他帥氣的臉龐打壞。因為這個楊建平的確啊長得非常的帥氣。好漂亮，楊建平逆時針的一個旋轉。這裡我們注意看旱地拔蔥，哎呦，旱地拔蔥又來一下。楊建平，觀眾朋友們，他的這個臂力呀太恐怖了。好，注意看這個金立碩賴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韓國人專屬的這個無賴打法。可以說有90%以上的韓國選手，觀眾朋友們啊，都是這副德行。哎，注意看，哎呦，這個家伙還展開雙臂挑釁我們。
好漂亮！哦，这个低扫非常的重。那目前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啊，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勢啊，进突出，哎，漂亮，過肩摔！我的天哪！楊建平這個出其不意的打法，觀眾朋友們確實太令人興奮了。當然不得不講，這個韓國棒子很抗揍啊，不會是棒子。看來這個棒子不是空心兒了啊，可能是實心兒了。我們注意看這個韓國選手金立碩的雙手呢放得非常的低，這是一種非常不尊重對手的一個表現。哎呦，漂亮！這個偷襲速度啊太快了。哎，又來了，觀眾朋友們又來了。哎呦，這麼喜歡我們中國的這個地板嗎？如果你很喜歡睡覺，一會兒讓楊建平滿足你。現場的裁判並不是很給力啊，這個時候應該叫停的啊，理論講應該叫停。因為雙方啊，我們注意看沒有太多的一個動作，對方呢就是耍無賴，而楊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馬上結束了，但是看這個韓國選手啊，依舊是沒有起來的意思。趕緊聯繫一個這個抓狗的、收狗的，給這個韓國選手給他抓走啊！好，觀眾朋友，比賽第一回合結束，非常的解氣，但同時啊也有一點生氣，因為這個韓國選手啊太無賴了，打得非常的惡心，非常的卑鄙。好，雙方的比賽進入到第二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兩個人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好，注意看紅方選手紅色短褲楊建平中華虎，藍方選手白色短褲就是上一場比賽啊掰斷我們中方選手手臂的韓國選手金立碩，他是一個韓國名將，非常的出名。好漂亮，這個側踹非常標準，再來。這是我們中國散打裡面的招式。這個金立碩他的這個戰力水平看起來非常的愣，感覺他就像是一個這個大腦發育不健全的人，這個肢體啊都很生硬，感覺是有點像腦癱啊，跟中風了一樣。哎呦，我們看楊建平打得非常靈活，很聰明。這個金立碩呢想反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為楊建平這個撤退速度太快。哦，漂亮，掏單腿，這個實際抓得太準了，太準了。對方出腿的一瞬間啊，被這個楊建平抓住了這個機會。好，看一下，現在屬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楊建平一定要小心對方的一些鎖技，因為上一場比賽呢，這個我們中鋒選手嚴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優勢位，然而被對方啊抓住了這個掰手臂的機會。
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时机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能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啊是杨建平的师弟啊，同门的师弟阎锡波。那当然阎锡波也很厉害啊，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啊，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杨建平这个把对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啊，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啊，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兒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啊，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論是打分啊，還是說按照壓制時間來算啊，楊建平呢都是有優勢的。好，又一次沒勁兒了，雙方的體能啊現在都是有着明顯的一個下滑，不只是韓國選手，楊建平也是。哎，要小心，兩位選手。哎呦，這個裁判多虧是比較及時。這是本場比賽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繩子。
哦，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啊，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啊，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啊、抱下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計回去之後就苦練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於結束了一場長達15分鐘的中韓對局。15分鐘，雙方打的的確是非常的精彩。但是無論怎麼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來，楊建平的這個優勢很明顯。不止一次把對方啊按到地上，而且呢還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戰力上，我們拳打得更準啊，分數也會更高。好，讓我們恭喜楊建平啊！本場比賽也是為自己的同門師兄弟楊延希波呀報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讓我們再次恭喜，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